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圆桌骑士》，一共3个角色，我选择了腐男帕西瓦尔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小伙伴都喜欢用莱斯洛特，并且还以为他是王子。但是这款游戏的操作上，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适应的。包括怎样使用防御，怎样使用重斩，这和卡普空以往的轻版动作游戏有着显著的区别。所以相对来说，我还是更加喜欢腐男的战斗风格，因为它的跳跃落地就可以使用重斩，并且跑动之后的平 A 是一个回神斩，距离非常的远。在打一些特定的 BOSS， 或者是对付一些特定敌人的时候，作用很大。这里咱们是第一关，战火中的村庄，打的 BOSS 叫做斯考恩。但是这个 BOSS 在后面就会变成精英怪了。卡普空的一贯做法。第2关，混乱之战。这款游戏的剧情方面，就是亚瑟拔出了时钟剑，但是梅林告诉他，如果想要获得认同，还需要找回被遗落的圣杯。所以实际上，亚瑟、莱斯洛特还有帕西瓦尔3个人是组队来寻找圣杯的。实际上，在传说当中，寻找圣杯的3人组里边，有咱们用的腐男帕西瓦尔，但是没有另外2位，所以游戏还是有一些改动的。可能是觉得亚瑟王还有莱斯洛特的知名度更高一点，但是对于当年的小伙伴们来说，很少有人了解相关的剧情。这里我放了一个 AB， 把马抢下来了。虽然大部分的情况之下，我都是喜欢没有马的，喜欢步兵啊。但是这款游戏选用腐男的话，起码还是有一点优势的，一直平 A 就可以了，攻击力也不低。其实这款游戏高手是有2个玩法的，其中之一就是速通，第2种就是所谓的打宝，通过特殊的动作和操作来控制游戏的乱数，这样打出一些随机的宝物，让你能够升级奖命。有些玩家通关之后有20多条命，升级的话循环了好几次，那真的是太高手向的玩法了，各种极致的背板。而且这款游戏竟然有一个改版，专门是为这些高端玩家服务的，它在屏幕上会显示乱数，更加方便打宝。第2关的 BOSS 布拉福德，这也算是一个新人杀手了。第一步就是把他的马抢下来，把马放出去，如果撞了他2次，掉血是非常多的。这款游戏有个特点，很多的 BOSS 咱们在初期打掉了1/2或者是1/3的血量，后面就可以无脑 AB 了。刚刚这个地方还有第2关 BOSS 之前，是当年很多小伙伴刷宝的地方，因为这2个地方的乱数还相对的好控制，操作也不是那么复杂。大家如果看一些高手打宝的视频，很多地方你可能见到他跳了10几次，
然后各种眼花缭乱的操作。如果没有解说的话，基本上是不知道他在干嘛。第3关城堡战役，从城堡这关开始，咱们所攻略的目标就都是最终 BOSS 加里波第大公的领地了。城堡的城主阿尔隆就是加里波第的弟弟。阿尔隆现在也是一个地名，在比利时还有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查找一下。这款游戏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超任的版本，使用的也是斧男，所以基本上我只会用这么一个角色。超任版本缩水了不是一星半点，不只是同屏的敌人的数量，还有画面的效果，甚至音乐音效方面也有缩水。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超任的版本是没有骑马的阶段的，直接就是下马步兵啊！开场的阶段就是近身的肉搏，没给观众啊，不对，没给玩家留下一点的想象的空间。当然了，有人喜欢有马，有人喜欢无马，这个不一样。我打到这里才5级，高手的话打到这里已经满级了。其实高手的操作还有玩法，咱们这些普通的玩家看看就成了，能够使用平民的打法通关就已经不错了。骑着马打这个精英怪特别的舒服。这里出现了法师一样的敌人，所以游戏当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魔幻的元素，包括石中剑，还有圣杯的传说。这个法师还是一个近战的法师，可以投掷。老虎看起来不是真的，而是召唤物。打完了之后，它燃烧就没了。其实这种安排也是为了节省系统的资源。你把普通的小兵砍倒了，它也会闪光消失。甚至地面的很多的奖励道具，如果你长时间的不捡，也就没了。这个地方给的奖励不错，把血量回满了。我对斧男招式最满意的一招就是他的回身斩，平 A 的距离也非常远。跳斩这一下，攻击的距离还有节奏非常的舒服。平 A 我开了连发，一下子就感觉游戏的难度下降了不少。无论是地面的战斗还是骑马的时候，BOSS 战了，打出了一把绿杖。本关的 BOSS 和最终 BOSS 其实是一样的，贴图没有任何区别，只不过是换了个颜色。最终 BOSS 是黄金的，
招式也更加强力。AB 一下，趁着无敌给了一记重斩。这两下组合起来伤害还是很高的。第4关骑士节，本关相当于一个奖励的关卡。难度不高，流程也相对较短。每次升级之后血量是回满的，所以说可以根据你的分数，或者是要捡到升级道具了，那就可以无限的 AB。我记得这款游戏我录制过一次高手打速通的视频，你感觉他全程都在 AB， 尤其在打 BOSS 的时候。这里是第4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叫做幻影，血量没有多少，但是动作非常的灵活，并且可以使用分身。感觉重斩砍在这个 BOSS 身上是超级疼的。打完之后，幻影并没有挂，而是跑了。第5关远征，这款游戏一共是7关，但是第6关和第7关的流程非常的长，几乎相当于前面2关多的版面长度。这里我的血量被继承了过来，咱们又有马了呀！有马的时候也不要贪刀，尤其是面对这种可以防御的敌人。这里注意一下分数，马上就要升级了。如果不是在马上，我肯定用 AB 把血量先耗光。骑马的时候 AB 把马就放出去了。有的 BOSS 能冲3下左右，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。刚刚这些鸟是能打的，但是要冒一定的风险。最好是能够把这个马带到 BOSS 战，让它能够冲 BOSS 几下，然后咱们可以下马之后 AB。因为本关的 BOSS 有霸体的效果，所以每个 AB 它都会吃多段。换了一匹马。换马还是非常划算的，因为你放马的时候，可以一起冲好几个敌人，打一条线。让马掉头的话是按后按 B， 这个操作好像是和街机三国志一样，但是本作的马战系统比街机的三国志要简陋一点。我记得街机的三国志骑马可以摆列斩，还可以挑人，还可以前跳冲出去，冲2段，然后接一个平 A。
这里就是 BOSS 战了。先放马，然后 AB 就可以了。一个 AB 大概可以打他3下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